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带大家看一部灾难电影《末日病毒》。最近一种高致命性和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在世界上蔓延开来，被感染者无药可救。由于美国总统的傲慢与偏见，导致美国疫情失控，病毒肆意爆发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美国的17个州彻底沦陷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民就此死去，幸存的美国人屈指可数。这时，我们看到有一辆小车正行驶在一望无边的荒凉沙地上，车上的4人是出来逃难的。忽然，他们被前方的车挡住了去路。车主光头哥下来说想借点汽油，但是他们警惕性极高，在不确定对方是否感染的情况下，他们是不可能轻易与其发生接触的。于是大哥布莱恩命令大家关紧车门。布莱恩的女友芭比却很善良，他觉得应该伸出援手帮助一下。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，眼尖的凯特发现对方车上的女孩已被病毒感染。布莱恩见状连忙启动了汽车，他不顾光头哥的阻拦，凭借高超的车技从土地上绕了过去，但车子没开出去多远就坏在了半路上。眼见车子修不好了，弟弟丹尼提议回去找光头哥联盟。虽然布莱恩和凯特不是很同意这个想法，但在目前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于是他们收拾东西，拿上了汽油，原路返回，到了光头哥这里和他谈判。光头哥提出要开着车去小镇的疾控中心，因为他听说那里有人研制出了新疫苗，他想要救自己的女儿。不过布莱恩是真暴躁，光头哥多说几句话，他就拿出枪想爆了人家上面的头。不过好在丹尼及时想出了办法，他们将光头哥父女隔离在了后排，并用胶带小心的密封好，然后把车的每一个角落都消毒一遍。完成工作后，他们驾驶着光头哥的车继续上路了。芭比还是很暖心，她一直在陪小女孩玩机长的游戏。半路他们打闹，布莱恩被干扰驾驶，车子左晃右斜，隔离的塑料差点就脱离了。凯特气冲冲地下了车，丹尼则连忙追了过去。幸运的是，他们有了意外发现，路边还停着一辆车。这里提一下，丹尼和凯特并不是情侣，他们只是同学关系。然后丹尼和布莱恩来到了车子跟前，这才发现司机早被感染了。于是他们速战速决，取完对方的汽油，马上就离开了。晚上，丹尼和小女孩聊起了天。丹尼说他的父母都死于这场病毒。他和哥哥布莱恩此行要去的地方是海龟滩，以前的每个夏天，他们的父母都会带着他们去那里玩，那里有着很多关于他们的美好回忆，而且那里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了小镇疾控中心。芭比怕小女孩害怕，就决定留下来陪她，其余几人则进了医院。偌大的医院空无一人，他们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治愈区。这里只有一个医生，仔细了解才知道，他们根本没有研制出彻底的血清，所有的新疫苗也只能让病人再多活3天而已。医生也很绝望，他现在正准备将剩下的孩子们毒死，或许他也是想让孩子们少受一点痛苦吧。光头哥见状想到了自己的女儿，他难受极了，然后拿着布莱恩的枪对在医生的头上，试图阻止他的行为。但他自己也明白，医生这么做从某种意义上讲真的是为孩子们好。他绝望地放下枪，然后离开了。另一边，车上的芭比和小女孩正聊着天，突然小女孩开始剧烈的咳嗽，然后躺在地上疯狂地喘了起来。芭比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撕下塑料就要去救她，但很不幸，在她摘下小女孩的口罩时，小女孩吐了一口血，溅在了芭比的脸上。毫无疑问，芭比也被感染了，但她并没有告诉大家。她慌乱地粘回塑料，脱下了沾满血清的衣服，然后坐在车上，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。布莱恩趁光头哥带小女孩上厕所时，把他们的行李扔了出去，然后独自开车离开了。布莱恩这次的不仁行为，芭比并没有阻止，反而趁机把那件带有血迹的衣服扔了出去。看来他是下定决心要隐瞒病情了。一行人来到了一个无人宾馆，他们准备在这歇歇脚。虽然芭比决定瞒着大家，但他也开始故意疏远布莱恩了。他开始拒绝和布莱恩亲密接触，布莱恩却还以为他是因为放弃光头哥父女的事和他生气，所以就没怎么多想。这老外心态也是真的好，逃命之余还能组队打打高尔夫。但快乐总是短暂的，很快他们就被住在这里的人发现了。他们很不友好，先是拿走车里的汽油，随后还要求2个女孩留下，供他们发泄欲望。他们要求女孩脱下衣服，想检查一下是否被感染。就这样一拖，芭比被病毒感染的事实暴露，于是他们像见了瘟神一样，把布莱恩一行人赶走。在车上，凯特也躲着芭比远远的。下车的时候，凯特还怂恿丹尼劝布莱恩赶走芭比。布莱恩的情绪接近崩溃，他抓狂纠结，生命和爱情不知道该选择哪个。经历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决定扔下芭比。芭比用无助的眼神求助凯特和丹尼，但并没有人理会他。布莱恩粗暴地将芭比拉下了车，不管芭比怎么恳求，他都没有心软。他给芭比留下了一些水和食物，然后开车离开了。看着芭比的身影越来越小，再想想他们以前是那样的相爱，心里真的不禁一颤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布莱恩、凯特都疯了。
此时车子快没油了，恰巧迎面驶来一辆汽车，布莱恩像疯了一样加速行驶，试图让对方被迫停下。丹尼下车谈判，谎称他的妻子要生了，想借点汽油。但在这个疫情严重的特殊时期，人人都想保护自己。对方倒车准备离开，愤怒的布莱恩拿起枪就是一顿扫射。最终车上的2个女人都死了，但布莱恩的腿也被射伤。此时凯特却异常的淡定，目的性也很强。见打斗完，他提起空油桶走向了那辆汽车。泯灭的人性终于把兄弟俩逼疯了，他们开始内讧。布莱恩揭穿了丹尼伪善的一面。原来丹尼在得知父母被感染后拿走了手枪，并听从哥哥的建议将父母抛弃在家中等死。而丹尼一直袖手旁观，什么脏活累活都由布莱恩去执行，自己却坐享其成，还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他。虽然他们吵架了，但丹尼还是要给哥哥找药治病。他们潜入一户人家，这家主人已死，狗狗正在肆意地啃着主人的尸体。偷药时，丹尼不小心碰掉了一个药瓶，惊动了狗狗，狗狗一下子扑了上来。情急之下，丹尼一枪解决了它。丹尼吓坏了，这是他第一次用枪杀害生命。丹尼在给布莱恩上药时，发现哥哥也被感染了，他强忍着眼泪，但也不自禁地望向了座位上的手枪。晚上3人坐在火堆旁，布莱恩自述着他和芭比以前的事，说着说着他就睡着了。凯特见状又开始怂恿丹尼了。丹尼起身走向布莱恩，拿走了他身上的手枪和钥匙，但到了车上才发现拿错了钥匙。此时的布莱恩也站了起来，他早已换掉了车钥匙。布莱恩说，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被抛弃，他也想再去海滩一次，趁生命还在，他也想再冲一次浪。谈判不成，丹尼被迫举起了枪。面对布莱恩一步步的靠近，丹尼终于扣动了扳机，亲手杀死了他的哥哥。这是他第2次杀害生命，但他不再害怕，更多的是不舍。这是他唯一的亲人。最后，他和凯特终于来到了海龟滩，这里没有病毒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了他以前的美好回忆。只不过以往是4口之家，现在是孤身一人。恍惚间，他也忘了自己活下来的意义。芭比也是，布莱恩也是，丹尼更是。爱在人性面前或许根本不值一提，但没办法，他们必须要遵守生存法则。芭比有错吗？善良有错吗？是他变了，还是人性生来就是恶的？性本善和性本恶，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争论，但至今仍没有结果，这本身就是纠结。病毒很可怕，没人愿意面对它，但相比之下，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心。好了，本期的讲解就到这儿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